小伟29岁，来自安徽设计师；女嘉宾小霞24岁，来自四川教师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，是你要来的吧？是我要来的，我要和他分手。哦，分手，因为他跟我说他要回老家相亲去。我和他在一起2年时间了，我真的受够了啊！我真的觉得太累了。这2年和他在一起，我也付出了很多啊。宠也宠够了，爱也爱够了。我想让大家来帮我评评理吧。哦，还有一口气呢，你看，回家相亲呐？可我那不是真的想回家相亲，主要是我觉得他是越来越不爱我了。我主要是趁这个想气气他，让他哄哄我。哦，是刺激他的，不是真相亲。是的，没想到刺激出事儿了，是吧？就是，还有之前的原因，就是我有一次外出出差，晚上回来都11点了，我就想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来接我吧。是这意思吧？哦，当时是这样子的，他离地铁站也就2站的距离，我过去接他呢，大概有7、8站的样子。而且那天的话，我也正在加班，地铁几点停运，你不知道吗？可是以前我去哪里都是你接我啊。我都打电话和你说了呀，那天我走不开，对不对？正加着班呢，你就2站地，你自己坐个地铁回去不行吗？你就是不爱我了。那天晚上我半夜胃疼呢，让你给我送胃药，结果呢，我等了好长时间，你才到我楼下，你啥意思啊？你一给我打电话说你胃疼，我立马从被窝里面爬起来，我连鞋都没穿，冲到楼下去。我们家楼下那个药店已经关门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去那个对面隔壁那条街，好不容易找到药店，给你买到药，然后我给你送过去，中间耽误了一点时间嘛，来回可能花了接近1个小时嘛，因为大晚上的嘛。你确定这1个多小时你都没穿鞋呀？我穿着拖鞋呢，着急嘛，吓我一跳，我鞋都没穿什么？行，这听明白，这次听明白了啊，挺积极的呀。我好不容易给他把药送过去，敲开门。他很生气，冷着脸跟我说：“你到现在才来，什么意思呀？”那肯定呀，1个多小时呢。我胃疼还好，万一我晕倒了咋办？你不得后悔死啊？那我不是给你去买药去了吗？大半夜的，我容易吗？我。行，你们一开始怎么认识的？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是装饰公司的设计师嘛，然后他们那个教育机构正好和我们这边展开一些业务上的合作，然后我就经常去他们那边洽谈业务，然后和他联络就多了一些，然后就约他一起吃个饭啊，然后去逛逛街什么的。一开始我还挺喜欢他的怎么个喜欢法呢？是不是就喜欢那个甜腻腻这股劲儿啊？一开始觉得他。挺善解人意的也很温柔，对我也蛮上心的，花了1个月的时间给我织了条围巾，当时我很感动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女孩子是特别公主、特别娇气的？时间长了以后，她就开始原形毕露了我那怎么叫原形毕露？难道我不爱你吗？就因为我爱你，我才叫你一个人哈你呢，而且我都不允许其他人叫我小傻瓜，只能让你一个人这样叫我呢。你那是让我叫你小傻瓜吗？你那完全是以小傻瓜的要求去做任何事情。比如说我和他一起去逛街，突然逛着逛着他就不走道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鞋带松了，让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他系一下鞋带。我当时就不乐意了，那么多人看着多难为情啊。那其他人的男朋友都给他们系鞋带，我就让你系一下呀。可我当时就是不愿意啊。系了吗？后来没办法，我不系他就不走啊，那么多人看着，我没办法，只好妥协了，给他把鞋带系了。除了系鞋带，还有什么是小傻瓜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？还有，我就带着他和我朋友一起吃饭，然后他想吃皮皮虾，他自己又不愿意剥，然后非要让我当着我朋友面给他剥虾。我和我朋友正在喝酒聊着天儿，没办法呀，我只好给他剥虾。然后我朋友还拿我开玩笑，以后你就给你女朋友剥虾去吧，不要找我们喝酒聊天了那人家就想吃嘛，就让你剥一下，那个很扎手哎。天哪！而且他后来还越来越喜欢发脾气给我定了很多的规矩。他给我发微信，我还必须得秒回，回复的信息里面还得超过20个字儿，而且还不能出现像一些呵呵呀、哈哈呀一些之类的语气助词，因为他觉得很敷衍。那肯定很敷衍啊！再说了，我们又不是每天都见面。我对你要求达到20个字的话，还能联络感情呢。我每天晚上忙得很晚，
工作完了以后还得陪他聊天，我几乎是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和他发微信，等他睡着了我才能睡。哦，那你要发不到20个字的微信，他会怎么样？就闹啊，就生气啊，给我打电话，不停的给我打电话呀。这点我还都能忍受，最难以忍受的是不分场合的跟我耍性子。有一回我正在和公司里面同事在那加班开会，他发了微信，我没有及时的回复他，然后他的电话就一个接一个不停的打进来了。后来我被逼得没办法，就接了电话，我跟他说我现在正在开会，有什么事情咱们晚一点说。他那边就不乐意了，瞬间就炸了。那我肯定不乐意了。本来我特高兴的告诉你我中了大众点评的霸王餐，那可是你呢？你接一个电话，语气那么的跟我说，好，知道了。哎，你是担心你公司人知道你有女朋友了，还是怎么回事呀？我那会儿不都跟你解释清楚了吗？我正在开会，你怎么一点都不通情达理呢？哎，后来我为了哄好他，就带他去吃饭。我问他喜欢吃什么菜，他说随便，让我自己点。我就随便点了几样，然后等菜上来以后，说一个没有他想吃的，然后就生气了。这我肯定得生气啊！你是我男朋友，我喜欢吃什么你都不知道，那你觉得我拿你还有什么用呢？我不是把菜单拿给你了，让你自己点自己喜欢吃的吗？你觉得你让我那么生气的情况下，我还会点菜吗？我的天哪！我后来不是又哄你了吗？给你捶肩啊，揉腿啊，还带你去买口红。自打那以后，咱点餐不都是你自己来点吗？自打他点餐以后，就是我噩梦的开始。为啥？因为他是四川人啊，比较喜欢吃辣。我是江南这边的，我比较喜欢吃清淡一点的口味。他每回点菜都点很多辣的，而且我都吃不了。我没办法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吃。他还说你多吃一点，不要浪费。你就不能点一点我喜欢吃的清淡一点的菜吗？可是我就喜欢吃啊，而且你以后还是要和我长期相处下去的呢。你现在为了我改变一下口味，我觉得挺好的，这就是作为男朋友你应该做的事情啊。就因为吃饭这事儿，我经常和他吵架，就是我有点忍受不了他这样子娇气啊，然后闹脾气啊。他还跟你闹过什么脾气啊？每回我们俩约会，他让我去他楼底下，我最起码都要等1个小时以上。而且最让我忍受不了的是，我给他打电话催他快点儿，他在那边就开始生气了，就开始哭，就开始闹。但凡别人能正常迟到个10几20分钟，我也不会说什么。但是我每回起码得等你1个小时以上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我真的是等得不耐烦了。可那不是想要很好看的出现在你面前吗？我选衣服不要时间吗？那我化妆也得要时间呀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，这证明我多爱你呢。那你为什么你不能打电话让我晚来一会儿？你换好衣服了，我再来也行啊。有时候我是提前想好穿啥，但到时候又改变主意了，觉得那个不好看呢。那不提这个也罢。还有一件事就是。我和他在一起，他还经常不分场合的跟我吵架。那会儿我和他一起去取车，然后在那个停车场，我看见一个新手的女司机倒了半天车没倒进去。当时我就挺好心的去帮人家把车倒进去，然后他就当时就不乐意了，说凭什么那么多人不帮，就我去帮人家倒车啊？然后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开始和我吵和我闹，然后大家全都看着我，搞得我特别尴尬。哦，那个女司机长得那么好看，别人都不帮，凭啥要你去帮啊？那你去帮她，就说明你图谋不轨，你就不应该去帮她。不是那天情况你也在现场呀，我去帮她，我也没干嘛呀，我只是去帮了一下人家呀。那女司机好看是吗？对，确实比你好看是吧？我觉得还行吧。有你好看吗？有点儿。有点儿，我觉得他能够善解人意的话，就应该理解我去助人为乐，因为他也在旁边看着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真的活得好累。只要我手机有微信、有短信、有电话进来，他都必须要查看谁是谁打过来的，谁是谁找你干嘛的啊？不给他，然后他就生气就闹。情侣之间看个手机很正常吗？那我的手机你可以随便看啊。那你不给我看的话，就说明你心里有鬼。我心里哪有鬼？我要心里有鬼，我还带你回家见我爸妈干嘛？啊，见父母了都。啊，我还带他回家见我爸妈了。我爸妈好心好意给他做了一大桌子菜。他居然说没有一个他想吃的，然后居然当着我爸妈的面还点了一个外卖，你搞得大家都下不来台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
那不是你们全家做的菜都不合我胃口吗？你知道我是四川人，知道我喜欢吃辣的。再说了，从小我家里我爸妈就让我喜欢吃啥就吃啥，为啥到了你家里要顺你父母的意思啊？而且你知道我吃辣，难道你之前就不应该告诉你父母我喜欢吃什么吗？这应该是你的错啊。哦，你知道你男朋友要跟你分手吗，姑娘？我不知道。刚才不已经说了吗？但是我没同意呀。哦，你是不是还是因为我说要回去相亲的那件事儿？那只是我气你的。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拿这个来要挟我，我也本来，你分不分手？真分还是假分？你说句实话。我就是想来这边让大家给我评评理。原来还不是为了分手，只是评理。来吧，你们来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伟是吧？你真的就想评评理是吗？啊，我想让老师帮我分析一下。你也是自找的，不用评理。女孩啊，一开始上来的时候这样说话呢，软妹子啊，爱撒娇，装可爱，越听越不对劲儿。你不能拿人家对你的好肆无忌惮的去挥霍吧？你撒娇可以，装可爱也没问题。可是最基本的礼貌和礼仪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懂啊？就是你到人家家就点外卖这事儿，最后还能把这个特别理直气壮的怪在他的头上。你明知道我喜欢吃辣的，你们家都不做这饭，这你的错呀。那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呢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呢。你嫁到他们家，你就得吃清淡的，你怎么不改变口味？为什么要改变人家口味迁就你呢？没道理可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不能拿这种撒娇和装可爱、卖萌当一种女人的资本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把这个东西你当做资本去来要挟一个男生的话，这就变得自己特别没有价值、没有地位，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。先爱自己，先自爱、自尊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当你男朋友对你好的时候，或者说你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又温柔又体贴的女性的形象的时候，你任何的小的任性啊、撒娇啊，在他看来都是特别美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当你以同样的方式在做出一步一步的欺负人的这种动作的时候，你就会变得越来越丑。如果说这段恋情当中双方的价值你留的只有这种任性，这种不顾对方感受的这种胡闹，那你就没有任何价值。对方可能一开始还评评理，对吧？到后来可能就真是都懒得评理了，直接就分手。所以说，女孩，让我们自己真正能够值得对方去爱，并且持续不断的发现你的好，去爱你，这种动力是要从你身上发出的。小伙子有他的问题，但是你又何尝没有问题呢？你种种的事情你都做了忍让了，你已经养成了他这种习惯。说不好听的就是你惯了，再说的难听点，你害了他。因为你在每一次他触及你所谓原则让你不舒服的时候，你表示了接受，其实内心是不甘的。直到他最终触及你的原则，比如说去你们家里不尊重你的父母，你勃然大怒，你就把他种种所作所为你全都抖了出来了。哦，原来你其实心眼也没有那么大，原来他做的那些小事你全都给他记起来了。请问你当时为什么不给他指出？为什么不建立起你跟他之间健康的相处模式？所以说你在这件事情也是有责任的，去看看自己真正还爱不爱他，有没有值得你爱的地方。如果有，你要变化你的跟他相处的模式，这样也是在帮他。就这样。女生哭了是吧？觉得有点委屈啊，为什么人家男朋友可以剥皮皮虾呀？为什么人家男朋友可以蹲下来系鞋带啊？怎么我男朋友干这些，今天居然跑到这儿来评理？很想知道原因啊！你可知道那些给女朋友剥皮皮虾的男朋友为什么那么做？是因为这个女生她自己很独立自爱，她真的在自己剥皮皮虾的时候，可能不擅长，手都扎出血了也不吭声，甚至会忍着痛说我给男朋友剥个皮皮虾。这样的女生才会有男生持续的愿意帮她。你能听明白这个逻辑吗？
是因为男生生病的时候，女生可能自己也不舒服，但却给他送汤或者帮他洗衣服。那当你出门，你可能穿的裙子比较短或者不方便的时候，他会自觉地蹲下来给你系鞋带。要求的爱是要不来的，只有我们自己做到了被人尊重，才有人真正从心里愿意宠你。你去男朋友家吃饭，如果是聪明的女孩，这一桌子菜没有我能吃我爱吃的，但是为了尊重老人，我吃下了每一口饭菜，老人很开心。你的男朋友看在眼里，他自然会尊重你，说这次是我失误了，我没有告诉我的爸妈，下次一定有可口的饭菜给你。所以你看看你做了什么能够值得这个男人一直的去宠你，去爱你呢？叫你小傻瓜确实叫对了，你还真是挺笨挺傻的。想要被一个人爱，一个人宠，那你自己首先要做到宠他爱他。而男生其实就像刚才曲总说的，他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你的责任很大。一开始你就喜欢这样嗲嗲的撒娇任性的女生，时间长了你觉得累了烦了，那这样的模式难道不是你造成的吗？无论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，其实在一起就是分享，就是成长。如果我强一点，我去引领；如果我差一点，我愿意学习。本着这样一个打开的开放的心，也许你们的爱情还能往前走一走，好吧？希望你们都能够努力，祝福。你是不是每次撒娇都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啊？是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爱我。你认为你每次一撒娇就能达到目的，是因为他爱你，是吧？我跟你说个道理啊，你看看对不对？一般来说，那种漂亮又可爱的女生，她一旦撒娇，往往是达不到目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男人想多看看她撒娇的样子，所以故意不答应她，因为太好看了。只有不可爱的女生一撒娇，男人马上就答应，行，你别撒娇了，因为不好看。所以在最开始你跟他恋爱的时候，你撒娇，他马上就顺从答应你，可能是因为爱，因为你可爱。但到了后来，他不是因为你可爱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就最开始的时候他撒娇你答应是因为宠爱他，后来你是因为怕了他。后来我真的是……那你为什么不实说呢？你看着他在众人面前出丑，你看着他永远不能成长，不能自我提升，你为什么不说呢？这不是爱人的责任吗？因为要是哪天你要是腻了，你不愿意再捧着他玩了，他怎么办？他怎么办？所以以后当你不想看他撒娇的时候，你觉得这种撒娇已经超过了尺度的时候，请你说出来，否则的话就不要到这儿来，让我们给你评理。就这样。女生其实好好说话声音挺好听的，但是女生你知道为什么老师们在看你们这个的时候有点受不了了吗？就过分了。我相信在你身边你看到了一些女性可能就是这样被宠了，但是诚如严老师所说的那样，背后的原因你并不了解，你看到的只是一个表象。今天的委屈，今天的难受，是因为老师们像说皇帝的新装一样告诉你说，姑娘你这样并不美，记住就好了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有2年了，这2年来时间挺长了。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你也对我很好。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好好的在一起啊！你可不可以不要和我分手？我是真的很爱你，我离不开你，真的。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我能忍的都忍了，我能哄的也都哄了。我实在是被你逼得没办法了。假如说，如果今天你能够和我和好，你能够做出改变，但是你又能改变多少呢？你自己恐怕也不那么确定吧。我真的是受够了，我太累了，放过我吧。
女生那是什么呀？那是我送了她的恋爱券。哦，恋爱券是干嘛的？里面就是有亲亲券、和好券和不分手券。那个券是什么券啊？和好券。哦，这是和好券是吧？对，只要某一次如果我生气了的话，他只要马上拿出那一张的话，我就能不生气了，就能够满足他的要求。哎呀，这好像我印象当中，我们家闺女3、4岁时候过家家玩这个。您多大了？24。还玩这个呢？有意思吗？您这胶皮手套什么意思啊？我是希望她不要像小公主一样的去生活了。应该学会成长，学会自己独立的去做一些事情。你都要跟人分手了，你跟人讲那么多道理干嘛呀？你不是分手了吗？我希望他能够做出一些改变。好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谢谢2位，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来，姑娘，好不好？有戒指都已经不哭了啊！真的公主都是有尊严的，绝不是靠别人的宠溺和宠爱。真的公主知道如何骄傲的活着，让别人发自内心的去爱她。谢谢你，请回吧。没办法